拜登强迫沙特不成就去欺负叙利亚，强盗行径暴露无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肖云华，欢迎收看云华观点。今天我们聊聊拜登欺负叙利亚背后到底有何深意。这段时间拜登政府对中东的访问可谓是引发多方的高度关注。表面上看，拜登上任以来首次中东之行是为了修复与沙特的关系，同时与以色列形成合力，共同应对伊朗核问题。但是更现实的意义在于，拜登希望能够逼迫沙特阿拉伯扩大其原油的产量，以打压现在的国际高油价。然而令拜登失望的是，尽管如此的逼迫，沙特也只是象征性的回应，每天只增加100万桶的石油产量，这对全球高企的油价而言，无疑是杯水车薪，根本起不到作用。眼看压迫沙特不成，又开始把矛头对准了另一个国家叙利亚。据央视新闻近日报道，在过去的1个月里，美国在叙利亚的驻军一直不间断地从叙利亚东北部的油田盗取转运叙利亚石油，并将这些石油转运到伊拉克地区，彻底成为美国的囊中之物。资料显示，自2015年美国驻军叙利亚东部地区以来，美军过去几年一直都在偷采叙利亚的石油，只是最近一段时间的频率出现了大幅上升，引发了叙利亚国内民众的大规模的谴责和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毋庸置疑，美国拜登政府的这种行为与强盗有什么两样呢？但是为什么拜登政府宁愿顶着骂名都一定要盗取叙利亚的石油呢？原因其实也并不复杂。第一，经济上的需要。当前美国的最新 CPI 数据高达 9.1%， 如此高的通货膨胀，有一半都源自于能源的过高价格。在这种情况下，解决通胀问题成为了拜登的第一要务。既然访问沙特没有结果，那就挑软柿子叙利亚来捏，通过零元购盗取叙利亚的能源财富，能够让美国获得成本低廉的石油，进而抑制当前美国国内的能源通胀。第二，军事上的需要。尽管目前叙利亚局势已经平息，但是叙利亚的战略位置极为重要，美军自然不愿意离开，而长期的驻扎又不得不面临军费巨大开支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就地盗采叙利亚的原油无疑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好方法。第三，政治上的需要。随着中期选举的将近，美国民众对于拜登政府的不满也越来越严重，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恰好是通货膨胀。因此即便不是为了美国利益，就算是为了拜登和拜登所处的民主党，拜登都必须要不择手段放手一搏。拜登的这种做法其实不仅损害了美国人在中东人民中的形象，反而让美国的强盗行径暴露无遗。在如此巨大的通胀压力面前，美国从叙利亚偷的这点油同样也是杯水车薪。这种行为只会暴露拜登面对通胀时的黔驴技穷，而无法解决这一问题了。今天这个话题就聊到这里，欢迎大家留言交流，下次见。